全民穿越迦兰末世，还有3分钟，地上的怪物就要解除禁锢。王德彪趁众人发愣之际撒腿就跑，看着眼前的半开的房门，除了门口左右盘踞着3只怪虫之外，里面并没有一种存在的迹象，就选你了。时间紧急，王德彪赶紧钻了进去，而后快速关门，并将链锁缠在门把手上。做完这一切后，王德彪瘫软在了地上。计时结束，一种生物立场解除，愿诸位诸事顺意，前路无阻。字幕缓缓消失，而门外则传来了各种恐怖的叫声。开始检测体能数据，数据检测完毕，等级评定。初级士兵提示：实力略强于普通人，吞噬异化结晶可以提升等阶。提示：异化结晶是净化一种生物之后出现的珍贵能量体，除了可以提升特化等级之外，还可替代绝大多数能源消耗。看来这就是迦兰末世的实力境界了。王德彪打开了世界频道，这里的板块信息翻滚，无数语种激烈交流，但基本都是各种杂乱无用的信息。王德彪切换到了区域频道。大家怎么样了？最后10几秒找了个房屋中介所，除了没什么物资工具，还算比较安全。就是外面的怪物声音很瘆人，有点害怕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都大差不差，我还想找个面包店或者餐饮店钻进去，结果全是那种怪物，最后只能选建立法屋。不过运气不错，储物室里有1箱没吃完的方便面，后续要是谁需要，可以说一声。真的假的？大叔厉害，要不现在给我2包吧，我饭量大。我也要，大叔也给我几包呗。每个空间行囊里都有1瓶500毫升的纯净水和2块压缩饼干，极限点用，可以维持3天，算上尿液和一切冲击手段，5天能勉强存活，到时候再去求人也不迟。你谁啊？我爹都不管我，要你教。就是啊，大道理谁不会讲？想多囤点物资有错吗？现在是末日，没人会来救你，大家都想活命，不去依靠自己，反倒要去拿别人善意填补你们的贪婪，这是什么三观？我们三观有问题。我看你怕不是害怕包大叔把东西分完了自己拿不到，故意跑出来做好人博得好感，然后去单独索取，你这样的我见多了。哎呀，大家别吵了，陈老弟说的也有道理。这样吧，5天的确太久，3天后如果有人坚持不住，可以一声能帮我会帮的。3天后你还有的剩，肯定1天3顿吃饱饱，哪还会管我们啊？看着这些字字诛心的话语，王德彪很是感触。他知道环境会改变生存观念，却没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快。王德彪又点开了空间行囊，1瓶500毫升的纯净水，2块压缩饼干，但这第3个是什么东西？神秘礼盒，鉴于您的编号与生存攻略批次相同，特别赠予幸运大礼。检测到神秘礼盒，开启获得3次抽奖机会，是否立即开启？若选否，礼盒将随机转赠1位幸运。那还用说，立即开启。恭喜您获得 S 级技能高级鉴定，恭喜您获得1级技能普通刀术，恭喜您获得专属技能升华。随后便有3个光团朝着王德彪飞了过去，王德彪赶紧点开属性面板。普通刀术1级，初步掌握刀技的使用方法，高级鉴定 S 级，使用时可较为详细的读取目标物信息。王德彪对着柜子释放高级鉴定。破旧的星辉牌玻璃展柜，信息：有点年限的展示柜，出产于星辉展示柜加工工厂，后被维修店老板鹏哥购买。不愧是高级鉴定术，连生产工厂和买主的名称都能获取。再看看那个专属技能，升华类别专属技能，效果消耗一定数量特化结晶，可永久提升任意事物1个品阶，同一目标不可重复使用。技能特性唯一。看完技能效果描述，王德彪只觉心跳开始加速。提升任意事物1个品阶，那这不就意味着任何事物在我手中都会朝着更高一级进化？王德彪直接取出那瓶500毫升的纯净水，并默念升华。提示：需要消耗1枚异化结晶，初次使用专属技能获得3次无消耗特权，是否消耗1次特权将纯净水升华为运动颜料。不提升，取消。消耗一定数量的异化结晶，可永久提升任意事物1个品级。任意事物系统，我选择升华专属技能。提示：升华专属技升华需要消耗100万异化结晶体，你有3次无消耗特权，是否消耗1次特权将专属技升华至更高层次。提示：异化结晶体是加莱星系最顶级能源，1枚特化结晶体等于100枚异化结晶块，等于1万枚异化结晶。确定消耗1次特权，升华成功。王德彪赶紧点开属性面板。终极升华类别专属技能，效果消耗一定数量异化结晶，可永久提升任意事物1或2个品阶，同一目标不可重复使用。技能特性品级超越限制，无法被觉察，唯一。看到技能等级和效果变化，王德彪的脸上藏不住的狂喜。2个品阶就意味着上限增高，并且这项技能还是真正专属于自己，不会再被任何人获取。系统，普通刀术和 S 级鉴定术升华要多少钱？1级普通刀术需要消耗10枚异化结晶， S 级的高级鉴定需要消耗90万异化结晶体。这高级鉴定术的消耗竟然和专属技能差不多，看来第2次特权得用在他身上了。
然而就在此时，区域聊天里弹出了一个视频提醒，王德彪打开视频，视角正中是4个拿着武器的壮汉，而对面则是一只怪虫。几人刚一见面就对怪虫展开了围攻，战斗结束的很快，不一会怪虫直接没了动静。然而就在几人准备采集战利品的时候，怪虫的身体上却突然闪过一股蓝色能量，就连伤口也直接恢复如初。4个人面露惊恐，转身就要逃回店铺，但谁知那怪虫却直接将头上的角喷了出去，直接嘎掉了4人。竟然还能复活，那这虫子岂不是无敌了？如果对着视频也可以鉴定就好了。谁知刚出现这个念头，王德彪眼前就出现了怪虫的信息。连消幼虫听起来就是极具杀伤力的种族，不过光介绍它的信息了，怎么一点关于它的弱点信息都没有？难道是鉴定术等级不够？系统，给我升级 S 级鉴定术。提示，请选择升华品阶，升华2阶。提示，需要消耗90万特化结晶体，您还有2次无消耗特权，确定消耗1次特权将 S 级技能高级鉴定提升2个品阶。确定消耗1次特权。提示，鉴定术成功升华为真理之眼，已将其强制转化为专属技能。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王德彪再次鉴定连消幼虫，而这次面板上多出了特性和弱点2个信息。不仅如此，王德彪还能看到视频中的连消幼虫体内都闪烁着一道红色光点，看来这些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。弱点鉴定就是这个地方。王德彪一个闪身，直接手起刀落砍在了他的弱点之上，一击瞬杀，没有意外。将鉴定术升级为真理之眼后，王德彪对着整个房间扫描了一下，一瞬间，附近的所有物体上都出现了标签。用过几次的马桶塞子，老旧的牙刷，还有菠萝9000手机，这都是什么鬼东西？哎呦，这里竟然还有个工具箱。最后，王德彪走到标注金属刀的柜门面前，然后将其打开。这应该是房间里最有价值的东西了吧？将其从货架上取出后，王德彪随手挥动了几下，因为普通刀术的影响，动作既精准又优雅。鉴定一下。工具级420A 不锈钢金属刀，创新手机维修店店主彭格于京宝购买，用于防止顾客纠纷引起的人身威胁，耐久度80。提示，耐久度低于50会有卷刃的可能，耐久度低于30则有断裂的风险，当耐久度到达0后将彻底报废。好家伙，还有耐久度，正常情况难道不是用磨损吗？不过有了它就可以用来干掉门外的连消幼虫了，有了它还要什么自行车？说完，王德彪就走到了铁门旁边，将门上的锁链稍微松了松，然后缓慢地打开了一点缝隙。虽然我已经很小心了，但开门声音还是惊动了店铺外面的怪虫。不管了，直接开干吧。顷刻间，就有一只连消幼虫一头扎了进来。弱点鉴定就是这个地方。王德彪一个闪身，直接手起刀落砍在了他的弱点之上，一击瞬杀，没有意外。看来这普通刀术还是相当给力的。王德彪蹲下身去开始采集战利品，成功采集连消幼虫，获得特化结晶星号1，高纯度一种蛋白星号1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第2只怪虫突然从门口挤了进来。王德彪这次直接故技重施，刀刃坠下，连消幼虫瞬间倒地不起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没有半分停顿。成功采集连消幼虫尸体，获得高纯度一种蛋白星号1。搞什么？第2只竟然没给结晶。接下来，王德彪又用同样的方法干掉了2只连消幼虫。至此，盘踞在门口的4只异种已经被全数抹除。快速关闭铁门，又用铁链捆紧，他这才回到展示柜旁。紧接着，王德彪将系统行囊中的特化结晶取出。这就是特化结晶了吧？嘎掉了4只幼虫，才获得了2枚。自己身怀终极升华这种吞金巨兽，50%的产出几率，着实有点不够看。或许只能等以后利用交易行换取了。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我需要尽快获得大量的结晶，要不直接升华外面的怪物。不行，给敌人升级，那自己岂不是完蛋了？突然间，王德彪灵光一闪，我要是把系统功能采集给升级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系统，我要终极升华采集。升华通用功能采集需要消耗800万特化结晶体，您有1次无消耗特权，是否消耗特权将通用功能采集提升至更高层次。按照1枚特化结晶体转化1万枚特化结晶的比例来看，800万那岂不是天文数字？系统，确定消耗1次特权。提示，通用功能采集成功升华为贪婪，由于该层次初次出现，现已被强制转化为专属功能，效果可以快速分解生物，2倍提取生物产出的一切物质精髓。特性，堪舆之兽，可选单倍提取，率先获取1份物质精髓，但不影响他人提取；可选双倍提取，直接掏空一切物质精髓，他人提取时将不再产出物质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何等离谱的功能！如果其他团队击杀了一头王者级异种，自己在边上残忍模式一开，岂不是让他们不知不觉为自己打了白工？这特效，神仙看了都要流泪。王德彪重新提起不锈钢金属刀，系统终极升华。话音刚落，王德彪手中金属刀应声消失，下一秒，一柄锋利的直刀出在了手中。升级成功，传统直刀，黑铁级，传统工艺锻制而成的上好短兵，针对大部分一级异种都能造成可观杀伤，部分防御奇高的除外，耐久度500。不错，专杀连消幼虫的神兵，有了它还要什么自行车？紧接着，王德彪走到了门前，控制好力度，再次打开了一个缝隙。与此同时，铁皮摩擦的声音惊动了店铺旁边所有的连消幼虫，身形一动，他们开始缓慢地朝着店门前进。
开门的声音惊动了店铺旁边所有的幼虫，它们争先恐后地朝着铁门挤去。然而由于铁门的阻隔，这些怪虫全都被结实地卡在门缝里，而王德彪只需开启真理之眼，便能守在一侧，手起刀落，迅速完成狩猎，成功分解连消幼虫，获得特化结晶2颗，高纯度1种蛋白2颗。随着时间的递进，王德彪又流水线操作般地嘎掉了大量幼虫。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，是否消耗100枚特化结晶，将特化等级提升至高级士兵。确认升级。只见一小堆结晶凭空飞出，而后快速窜入王德彪体内。升级成功，高级士兵经受过战斗的洗礼，实力强过普通人很多。吞噬300个特化结晶，可以晋升至极限兵王等级。先休息会儿，看看周围区域的人都怎么样了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在一片居民楼附近，不知道为啥这边的怪物都聚集起来了，还经常听到下面传来当当当的敲击声，是不是有东西吸引了他们？这么多异种围在你那附近，看着都酸爽。可不是嘛，就很绝望，但不知为何异种进去后就再没有出来过，街道都空了一大截，难道那里连通着下水道不成？肯定不是下水道，我就在你对面，那里有个创新手机维修店的门牌，手机店里哪能有下水道呢？创新手机维修店，不会说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店铺吧？没下水道那么多异种怎么塞得进去？总不会凭空消失吧？你们都错了，那里面有个人。什么？有人？我就在斜对面，那人每次都会打开铁门放幼虫进去，这些幼虫进去都会消失，周围的幼虫几乎都被那人放进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大姐不是幻觉了吧？人类怎么可能聚集异种？陈海大叔那种高级士兵都要逐个击杀。我也怀疑过自己的眼睛，但我说的是实话，最开始几十只，后来100来只，密密麻麻的都不敢数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狠了！不过有这么一位大佬在身边，安全感都爆表了。地址说一声呗，我看有没有机会逃到你们那去。不知道啊，只知道是家手机店。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别人口中的大佬。不过现在不是关注这些的时候，先把附近的怪虫收割完才是正事。王德彪继续走到门口收割怪虫，这一下直接打了半天时间，整整打掉了407只才堪堪收手。特化结晶的数量到了惊人的1054枚。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，是否消耗300枚特化结晶将等级提升至极限兵王。确认提升。升级成功，极限兵王可以单人狩猎初始又升1种，距离成为真正的狩猎战士只差一线。王德彪走到了展柜旁边，微微用力，就直接将其抬了起来。这还没有达到狩猎战士就有这般力量，再往上升那还了得。验证了一番力量过后，王德彪打开铁门走出了街道。这家蓝星666号星球，乍一看倒是有一种身处蓝星的感觉。轻叹一声，王德彪向着最初跑来的方向迈步前进，中途还在某个小超市内搜刮到了2箱泡面和几箱纯净水。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要不是有着无处不在的怪物威胁，我还挺喜欢这种生活的。说着，王德彪就拐进了旁边一个像是仓库的房子之中。哎呦，竟然还能在这里碰到人，不过看起来怎么可怜巴巴的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怎么连门都不关一下？我这开场白怎么说的跟个反派似的？女孩抬头盯着王德彪看了片刻，随后又继续低下了头。王德彪没办法，又朝着仓库其他地方探索起来。开启真理之眼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个2级物资箱。王德彪迅速将其打开，里面出现了一本白色封皮的书本。检测到随机技能书，是否立即使用？立即使用。恭喜您获得 B 级力量倍化术，使用后10分钟内力量翻倍，结束后进入5分钟的虚弱期。终极升华2件。提示：确定消耗2000枚特化结晶，将 B 级力量倍化术升华为 S 级力量赋予。确定升级，2000枚特化结晶就能升级到 S 级，这么少吗？升级成功，力量赋予 S 级，效果赋予自身3倍力量，持续30分钟，冷却时间1小时。特性：该增幅可同时赋予多个目标单位，赋予数量取决于个人等级。好家伙，力量提升3倍，虚弱效果完全剔除，这放到关键时刻绝对能有大用。满足的点了点头，王德彪便准备迈步离开，然而路过女孩的时候还是停住了脚步。自己进来这么长时间都没动一下，难道是被怪物吓傻了不成？真理之眼鉴定。杨雪，原蓝星住民，高中3年级，诞生于某酒吧女厕，被生母苏氏所弃，后被酒吧保洁发现，最后酒吧老板将其送至当地福利院，取名红红。3岁时被刘某领养，改名刘雅，后因车祸事故致刘某终身瘫痪，无能力继续照顾，于当年除夕解除领养关系，送回福利院。10岁时被杨兆军收养，改名杨雪，于18岁生日那天得知杨兆军收养她的真正原因，竟然是为了让其长大后成为他的妻子。当天逃跑之时不小心点燃了房屋，奔走间得知杨兆军已死的消息，心神遭受猛烈冲击，逃进了后山的森林之中。3个月后成为加兰莫市第66666批攻略者。看着那身高1.6米却只有35公斤的体格，王德彪大概知道这女孩为什么这么麻木了。
取出一箱纯净水、一箱方便面放在杨雪身边。我们自己能选择的事情少之又少，既然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如今有了一切重来的机会，就不应该再轻易放弃了。说完，王德彪又放下了20枚特化结晶，最后走出了仓库大门。出了仓库之后，王德彪沿途又收集了不少水和特定食物，倒是物资箱却再也没见过一个。此时距离天黑还有5个小时，王德彪走到了某个工厂附近。真理之眼扫描，这里竟然有一个3级物资箱，不过这是到了连消幼虫的老巢了吗？那几个红色标签又是什么东西？真理之眼单独鉴定红色标签。连消之蛹，1级虚弱，1级精英，一种连消的虫蛹形态，经由连消幼虫吞噬大量鲜活猎物蛹化而成。完成蛹化后将进化为1级精英连消，进度 15%。特性：虫族领袖，身体极其脆弱，但会吸引附近所有幼虫聚集保护。精英级别的一种，这次可要发达了，不过贸然冲进去肯定渣都不剩。我得想办法弄一件远程武器和一本射击技能书，再配合真理之眼的弱点洞悉，剩下的那不就简单了很多。念头通达，王德彪跑到了对面的宿舍楼，然后打开了交易市场。好家伙，10多万眼商品，不过大多都是废弃的日常用品，这怎么连石头都有人往上放？先搜索下技能书看看。就只有这一本吗？普通拳法1级，学习后掌握较为初级的拳技，兑换目标500毫升纯净水100瓶。1级技能100瓶纯净水，这也太黑了。王德彪又搜索了一下武器，最低的也要5瓶饮用水或10份食物。武器既然拥有耐久度设定，那对它的需求肯定是成倍递增的。只要自己能生产更强的武器，那绝对会有人用专精技能书来交换。王德彪又点开了工具栏目，这里面的工具倒是不少，价格也不高。先卖1瓶矿泉水看看行情。您寄售的纯净水已经售出，获得西瓜刀1把。好家伙，刚上架就卖掉了，看来其他求生者的日子都不太好过。接下来王德彪又陆续摆了9瓶纯净水上去。您寄售的纯净水已经售出，获得西瓜刀1把。转眼之间，10把西瓜刀安静地躺在了交易行的商品仓库。全部终极升华2阶，升华成功。金刚之刀完全以金刚浇筑，配合先进的加蓝技术淬炼而成，仅自身的重量就能发挥出巨大的攻击力，极其适合战士使用。耐久度1500。接下来王德彪将其全部挂上了拍卖行，交换目标为各种精通技能书。虽然消耗了220枚特化结晶，但如果能打掉这个工厂，那一切就都值了。殊不知王德彪的物品刚一上架，国家频道就彻底疯狂。快看交易行，有人上架10把金刚级武器，看武器种类，好像还是我们国家的同胞。我也看到了，金刚级耐久度1500。天呐，我们团队最好的也才黑铁级，还是1级物资箱开出来的。这位大佬竟能搞到这么多金刚级利器，难道他洗劫了某个武器库？不可能，我一直在世界频道吹水，目前为止无论哪个区域都没有人发现过武器库。有人推测我们转移的地区根本就是加兰666的郊区外围，根本接触不到武器库这种东西。我知道，可这是冷兵器，不过有一点绝对不会有错，就算是冷兵器的武器库，也断然不是现阶段的人可以闯入的，极限兵王也不行。团队倒是有机会，可既然团队都是极限兵王，那就只有特种部队，可他们要射术精通技能干嘛？射术对他们而言不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吗？我现在后悔死了，将初级绘画精通用在了自己身上，否则铁定换上一把金刚直刀，打得黑甲属父片甲不留。兄弟，你们那片区挺惨啊，黑甲属父好像是防御力极高的一种，就连砍刀都破不了防。可不是，最低也得黑铁级武器才能破防。现在全都跟着区域大佬混，都是行走的攻坚行囊。有大佬带总比没有强。我听说其他几个区域为了抢夺资源，已经开始混乱起来了。提示：金刚直刀交易成功，获得初级驾驶精通。买家留言：朋友，你求购的射术精通虽然没有，但不知朋友对复合弓有没有兴趣？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个好友。复合弓当然有兴趣。王德彪添加了这个人为好友。我们刚打掉了一个体育馆，在馆内仓库发现不少体育器材，其中就有一批比赛用复合弓去掉损坏的箭数，还能使用的弓组总计12把，弓箭总计200根。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每2把复合弓加25枚箭矢换一柄金刚武器，3把复合弓加50枚箭矢可以换一柄。另外那些坏掉的弓和箭矢有多少？这不好吧，好歹是远程武器，坏掉的复合弓18件，箭矢估算不低于2000枚。这样一柄金刚武器报废的全给我打包，加上了之前谈好的总计5柄金刚武器，换不换？好的，成交。王德彪又重新制作了5件金刚武器，然后完成了交易，一共获得了200支完好和2280支破损的箭矢。紧接着他又拿出一把已经损坏的复合弓。终极升华2阶。提示：升华破损的复合弓需要消耗50枚特化结晶。确认消耗。
鹰眼复合弓逆银戟适用于中远距离持续作战的精准弓弩，即使是新手也很容易命中范围内的目标。缺点是耐久度耗损极快，且容易出现零件损坏、突然报废。耐久度3000，新手也很容易命中范围内的目标。我现在缺的就是精准，至于耐久度损耗严重，这还算问题吗？提示：您寄售在交易行的金刚长剑交易成功，获得木材采集精通。买家留言：你好，我这里有一本高级射术精通，如果你有需求的话，加我好友。这真是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也不用麻烦我去世界上收了。王德彪添加了他的好友。金刚直剑就可以交换，但我这个是高级的技能书，光一把不够，那就2把。还有没有别的？你小子要求有点多呀！金刚级手弩1把，附赠50发弩箭，不能再多。好的，成交。恭喜获得高级射术精通 C 级，效果：学习后掌握所有远程武器高级进阶技巧。特性：远程武器攻击距离额外提升20。此时交易行上架的武器已经全数售空。王德彪打开商品仓库，里面整整齐齐躺着10本初级精通书籍，分别是制衣园丁厨艺驾驶技术、育儿保姆木材采集和布料采集。竟然还有育儿保姆精通，我看起来像奶爸吗？不过技多不压身，先多学了再说。王德彪又瞥了眼空间行囊，特化结晶还剩下340枚，此刻万事俱备，只待开启狩猎。王德彪用力一跃，直接窜上了宿舍楼顶。而此时的工厂大院，数百只连鸮幼虫个个耸立，远远看去宛如海中珊瑚一般。俯视工厂大院，数百只幼虫个个耸立，远远看去宛如海中珊瑚一般。而此刻的王德彪正站在宿舍楼顶，开启真理之眼。只见每一只连鸮幼虫的合体都已经显露了出来。王德彪拉弓搭弦，箭矢携带着破空之声落下，一只连鸮幼虫突然身体绷直，随即轰然瘫倒在地，不堪一击。高级射术精通，外加金刚级复合弓，什么怪物都得靠边站。王德彪继续拉弓搭弦，无数箭矢如同箭雨般破空而去，每一只箭矢落下，都会精准地带走一条连鸮幼虫的生命。开启真理之眼，不错，一只也没有了。翻身跃下墙面，王德彪来到了工厂门口，再次扫视了一遍整个建筑，确定工厂大院再无一只活物后，王德彪翻墙越过，进入了工厂内部。这味道有点太冲了，感叹了一句，王德彪还是选择上前动手采集。成功回收连鸮幼虫，获得特化结晶2颗，高纯度一种蛋白2颗，金刚级便携复合剑士1支。几个来回的功夫，整个院落清扫一空，特化结晶也到了876颗。院子内的怪虫已经剿灭，接下来就是工厂大楼的每个楼层。推开工作区大门，然而还没等王德彪有半分动作，几只怪虫就已经喷出了口中的酸液。万分危急之下，王德彪也只能堪堪侧了一下身子，低头一看，胳膊和大腿都已经被划伤。大意了，差点阴沟翻船。王德彪努力冷静下来。酸液喷涂有明显的蓄积动作，只要在蓄积之前完成狩猎，它们根本喷不出来。而且由于长廊的地形限制，从车间里出来的幼虫也只能挤在后面。拉弓搭弦，箭矢爆射，此刻每一只怪虫在王德彪眼中只剩下合体弱者。8发箭矢3秒内射完，最外圈7、8只幼虫当场嘎掉。王德彪从一间办公室内走出，回望整个1楼区域，再无半只幼虫身影，特化结晶的数量也增加到了1580枚。提示：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，是否消耗1000特化结晶完成基因进化？进化后将会晋升到初级狩猎战士，获得体质改造。确认提升。话音刚落，一小堆结晶蜂拥而出，而后化为一股巨大的能量涌入王德彪体内，两眼一闭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恭喜您完成基因进化，初级狩猎战士，彻底完成繁体蜕变，跨入更高生命层次，可在外交区域拥有自保之力，吞噬5000特化结晶，可以晋升至中级狩猎战士。提示：由于您是第一位完成基因进化的觉醒者，觉醒之力额外提升3阶，并获得3次抽奖机会。现在是否进行抽取？王德彪听到抽奖2字，瞬间来了精神。确定抽取。恭喜您获得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 C 级技能书高级钢铁采集精通，特殊道具3方区域地图万能抵扣券，使用后可以抵扣1次特化结晶消耗。这不就是抵扣特权吗？还有这种好东西，之前升级采集足足抵扣了800万特化晶体，这要是狩猎怪虫，累死都弄不完。高级钢铁采集精通，效果：学习后可对钢铁进行回收利用，特性：回收转化率额外提升50%。这本技能倒是没什么可研究的，直接学习就行。3方区域地图特殊物品记载了平湖区、星辉区、金田区3个区域的详细地图，图中标有6个3级物资箱，3个特殊区域的具体位置。3个区域的详细地图也就算了，图里竟然还给标出了6个3级物资箱的位置。这个白色的光标应该就是我自己了。这么看来，红色的应该是区域的核心位置，那里的一种生物的等级不用去想，必然是越往中心越是强大。转移者目前应该都处于各区域的郊区边界。关闭地图后，王德彪又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。这面板自己看着都觉得无敌。不过这个觉醒之力是什么东西？觉醒之力类别：觉醒技能，效果：
使用后进入基因觉醒状态，综合体质飙升4倍，效果持续4分钟，每日凌晨重置冷却时间。特性：消耗特化结晶，可提升觉醒之力的等阶，最高10阶，当前等阶4阶，一初始加3额外。4分钟4倍综合体质飙升，升到顶阶就是10分钟10倍的加成，这简直也太强了！而且我还额外加了3级，别人最高只有10阶，而我却能升到13阶。王德彪心情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。技能虽好，但感觉前路一片外债，技能、武器、特化等级、觉醒之力，未来指不定还有别的，全都需要大量的特化结晶。振作了下精神，王德彪带上鹰眼复合弓就直奔2楼。有了狩猎战士的等级加持，拉弓搭箭，然后传射而出。这些连消幼虫便宛如蝼蚁般被统统收割。40分钟后，整个2楼就已被清扫一空。获得了1472枚特化结晶之后，王德彪又马不停蹄地直奔3楼。弓拉满弦，一气呵成，箭矢精准命中怪兽。随着倒地之声不断响起，怪虫的数量已经锐减到2位数。动手收割掉了最后的几只连消幼虫。王德彪走到车间的角落，只见5只黑色的虫蛹正严实地围在3级物资箱周边。真理之眼扫描。连消之蛹，1级精英一种连消的虫蛹形态，蜕变进度50%，仅3个半小时就涨了35%的进度吗？王德彪将武器换成了金刚直刀，然后随手一挥，直接击穿了一只虫蛹。凄厉的悲鸣从蛹壳内传出，但王德彪不为所动，这时刷刷几刀挥出，3只虫蛹应声破开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柄刀刃突然从最后那只虫蛹中弹出，轻而易举地架住了这道挥击。惊异中的王德彪急忙撤刀抱腿。什么情况？变异连消原本属于1级精英一种，接收另外4只连消之蛹的能量后暴走进化，变异为1级精英加，具备极其强盛的战斗天赋，并且生来睚眦必报，除非目标嘎在自己手中，否则天涯海角穷追不舍。弱点：心脏。看着还有一半身子待在茧中的变异连消，王德彪目色一冷。觉醒之力，力量倍化术毫不犹豫同时开启，爆炸性的力量指数膨胀。王德彪举刀飞身力劈法上，一刀斩在刀锋之上，同时也破开了他那坚韧的身体。还没破壳完成的精英一粉就此嘎掉。小子，你不讲武德，我还没破壳出来，你就直接开大招了。拜托，这是在战斗，求生者与异种间的战争还需要讲啥武德？王德彪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，蹲下身来对其进行了采集。成功分解变异连消，获得特化结晶30，连消刀锋4，连消甲鞘10，还剩一个3级物资箱，我最喜欢开宝箱的环节了。3级物资箱里面放置着1枚 B 级可认主的异化幼种卵，可契约异化幼种卵，这不就是宠物吗？等等，物资箱也是物品，那它是不是也能够被终极升华进阶？系统终极升华物资箱2阶，确定消耗3500枚特化结晶，将3级物资箱升华至5级物资箱。确认终极升华。5级物资箱里面放置了1枚 S 级异化幼种卵。果然如此，看来升华之后，箱内物资不会变化，只会提升物品的等级。直接打开了物资箱，随后1枚拳头大小的生物卵体展示出来。王德彪将其揣进兜里，随后回到了对面的宿舍之中，开启真理之眼。女皇蜘蛛 S 级，孵化后会诞生出天赋、力量、速度、耐力、生命力和智慧全 S 级的皇族一种。蜘蛛女皇孵化认主条件：高纯度一种蛋白成1千，初级育儿保姆精通。这个初级育儿保姆精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系统，我要升华蜘蛛女皇卵2阶。提示：升华 S 级蜘蛛女皇卵需要消耗3000万特化结晶体，确定消耗1张万能抵扣券，将 S 级蜘蛛女皇卵提升2个品阶。王德彪默默掏出了刚得来的万能抵扣券，随后蜘蛛女皇卵分散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高更大的巨蛋。原初蜘蛛卵，类别无法查看，说明无法查看。孵化认主条件：高纯度一种蛋白成5千，高级育儿保姆精通，贴身孵化12式，孵化后第一眼见到孵化者。随后王德彪将初级育儿保姆精通升华到了高级，就开始了长达12小时的孵化之旅。闲着也无聊，不如打开世界频道瞅2眼。家人们注意了，就在刚刚，有人入侵了我们区域，目前已经有几十人嘎掉了，其中不乏高级士兵的大佬。不会吧，我还以为周边所有区域都是本国的，怎么还有其他国家？估计是从两地郊区分界线过来的，必然有极限兵王带队。你们知道自己是哪个区的吗？不知道区域名，但我这里是九华街，属于商业街道。王德彪看到消息后又转到了区域频道。好吓人，不会我们隔壁也是外国人吧？不确定，但我们有陈叔在，不用怕。明天一早，我会领着长平街的主力开始向4周进行搜救行动，到时候希望大家全都集结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会先将孟泽街附近的人集结起来，到时候直接跟着陈叔走。看来区域里的人现在都挺和谐的，不过这个九华街道就在北边的平湖区，正好附近还有个3级物资箱，要不明天过去看看，顺便把这些入侵者给收拾了。长夜漫漫，孵化了一整夜的原初蜘蛛卵终于破开了一道裂缝，紧接着整个蛋开始颤抖起来，最终在一声咔嚓脆响中一分为二。
提示：原初蜘蛛卵成功孵化，认主仪式完成。真理之眼鉴定。原初蜘蛛，当前等级1级，诞生于真理世界的最古神兽神族，目前正处于幼生阶段，大量技能属性被封印，可随异化等级提升而解锁。技能：千丝猪毛，弱点看破，破灭之光。真是不枉我辛苦孵化，没想到原初蜘蛛的生物品级竟然是神奇，还有那个破灭之光的技能，听着就强大无比。提示：原初蜘蛛尚未命名，是否立即进行命名？原初雪白就叫初雪吧。正在啃一种蛋白的小蜘蛛点了头，表示这个名字还算不错。该出去狩猎了。北郊有个3级物资箱，不过将它升华到5级还需要消耗3500枚结晶，真是有点头大。而此时一夜过去，之前空旷的巷道全都被怪虫塞满，对面的工厂更是铺了整整3层。这味道可也太冲了。随着箭矢根根落下，无数幼虫纷纷倒地，而旁边跃跃欲试的初雪也没闲着，幼小的身躯化作虚影飞出，也没看清做了什么，就有几只怪虫轰然倒地。随着幼虫被一波接一波的消灭，2个小时后，特化结晶的数量已经到了11680枚。可真累啊，武器都报废了好几把，刚刚嘎掉的怪虫都能绕工厂3周了。提示：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，是否消耗5000枚特化结晶将特化等级提升至中级狩猎战士？确认提升。话音刚落，5000枚特化结晶直接凭空飞出，而后没入了王德彪的身体。升级成功，中级狩猎战士，强大的战士精锐，单人便可狩猎一定数量的1级精英，队伍配合更是能对1级王者进行讨伐。不错，力量方面倒是比初级狩猎战士多了3倍。之后王德彪又花费1000结晶将觉醒之力提升了1阶。觉醒之力使用后进入基因觉醒状态，综合体质飙升5倍，效果持续5分钟。当前等阶5阶，2初始加3额外。接下来王德彪沿途一边用真理真眼扫视物资，一边狩猎怪虫。渐渐的时间来到了中午。泰华购物广场，这里就是地图上标注的3级物资箱所在地了吧？真理之眼鉴定。人类年消幼虫便已连消3级物资箱，看来又是一场硬战。这里面有人，我们先去商场的楼顶。初雪应了一声，千丝技能平静发动，直接带着王德彪到了对面楼，然后丝线开始向着周围延展。可以听到商场里的声音了。大家都不要这个表情嘛！刚刚你们的表现，金太相欧巴可是看着的。他承诺过，只要你们能够协助攻略掉这座商场，就给你们一人分100特化结晶，那可是100枚，能够直升高级士兵。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出现刚刚那种不和谐的画面。可是我们连个像样的武器里都没有，只用你们提供的木矛，根本没有多大的威力。从最初的广场到现在，我们都已经嘎掉100多人。刀光闪过，男人一声闷哼，直接倒地，没有人惊叫，没有人哀嚎，全场众人好像司空见惯一般。龙国人，原来你们有这么大的意见啊！行了行了，崔永俊，别生气了，再气下去，谁帮我们攻略这个商场啊？好了，你们这些难民，不要妄图从这里逃走。金太祥欧巴可是货真价实的初级狩猎战士，那是你们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水准。好了，初雪，到此为止，我们下去。惺惺作态，无非就是让我们当炮灰，别给我带到机会，否则有你们好看。崔永俊，交给你了。交给我吧，太相哥，保证满分完成任务。嘿嘿，龙国人，你可千万和你表露的英勇一样，不要哭喊。这人的废话可真多。王德彪直接开弓，3枚金刚箭矢精准贯透。崔永俊身形一滞，而后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什么人？众人齐齐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只见一名身着黑色劲装的男人，带着恶鬼般的狰狞脸笑，和煦地盯着他们，寒意乍起。金太相直接翻手取出一把手枪，然而还没等他有任何动作，对面那道身影便如鬼魅一般消失不见。唯有金太相察觉到了什么，想要扭身闪躲，然而一道白光闪过，他只觉得自己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。太相欧巴，此时此刻，棒国小队也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，那是强者，绝对的强者。欧巴，您真英勇，金太相在您面前就和小喽啰一般，那想来您需要一个可以将您照顾舒畅的侍从了。您觉得我怎么样？王德彪持刀而立，而后一闪而过，算是给了他最终答复。成功采集初级狩猎战士，获得特化结晶1410颗。附近发现无主空间行囊3个，是否获救？王德彪简单的解决了剩下几人，就来到了商场5楼。还剩3只变异连消和1只准消后，初雪到我背后去，他们应该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了。王德彪直接开启了力量赋予和觉醒之力，而后化作一道绯红窜入房间内。3只正在守护准消后的连消精英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王德彪直接劈翻在地，马不停蹄的扫描出了消后的合体。王德彪又是轻甩刀柄，直刀带着万钧之力直接将2个合体击碎，随后身形一闪，单手持刀，第3颗合体也在冲击之下轰然裂开。伴随着消后残骸的落地声，王德彪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狩猎，成功回收准消后残骸，获得消亡刀锋12、消亡甲壳20、连消幼虫卵10、消亡刀锋甲壳，可以用作打造特化生物装备的制造原料。使用条件：
终极锻造精通级以上，连消幼虫卵，孵化后会诞生出虫族之一的连消幼虫，孵化条件高纯度异种蛋白5，初级育儿保姆精通。终极升华2阶。提示：是否消耗1000枚特化结晶，将连消幼虫卵升华至古代消黄卵？古代消黄，C 级古代连消皇族血统，攻击力绝强且忠诚度为1。不升级，先来看看重头戏，这个以后留着看家护院还不错。王德彪走到了房间角落，只见3个箱子整齐地摆在这里。真理之眼鉴定1级物资箱，里面放置着5块得来巧克力，1支100毫升初级战士能源液，饮用后可以恢复体力。终极升华。3级物资箱放置5包百变美味巧克力，1支100毫升高级战士能源液。就这，白瞎了我200枚结晶。下一个2级物资箱，里面放置着1本初级精通自选书。竟然是自选技能书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终极升华2阶。4级物资箱，里面放置着1本高级精通自选书。王德彪直接打开物资箱，1本白色封皮的技能书显示出来。终极升华2阶，使用并选择锻造精通。升华成功，大师级锻造精通。A 级，掌握大师级一种生物装备锻造技艺，至高可以锻造原力级装备。特性：锻造成功率额外提高40%，一种生物技能继承概率额外提升10%。这怎么跟蓝星游戏里的强化系统差不多？随后王德彪拿出消亡刀锋，直接选择了锻造。提示：锻造消亡战刀需要消耗主材消亡刀锋8，辅材消亡甲壳2，特化结晶500，当前技能继承概率15%。确定打造，完美锻造，恭喜您打造出满额继承度消亡战刀。竟然是完美锻造，没想到我王德彪也能有一天这么好运。消亡战刀，密银级，一类王者级生物兵器，专为特化战士驾驭一种能量铸造而成的新型武器。传承技能：切割、灌透、聚酸压缩炮脉冲。王德彪迫不及待换上了消亡战刀，随手挥舞了几下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身体中涌动。这也太强了！终极升华2阶。提示：确定消耗500枚特化结晶块，将消亡战刀升华至 C 级古黄刀。500特化结晶块，那不就等于5万枚特化结晶吗？升不起，升不起。先看看最后一个物资箱。3级物资箱内部放置1支精神刺激灵药，1次效果，使用后可以让一切能力重置到未使用的状态。这不就是冷却药水吗？终极升华物资箱2阶。提示：需要消耗3500枚特化结晶。确定消耗。5级物资箱内部放置1支精神刺激灵药5次。王德彪打开物资箱，1支拇指大小的药剂出现在眼前。终极升华药剂2阶。提示：已消耗4000枚特化结晶，将精神刺激灵药5次升华至20次。1天内可以连续使用20次觉醒之力，是什么体验？加起来足足100分钟，这谁见了能不怕？可惜特化结晶只剩下613枚了，古代消黄的卵还没孵化。要是能找到精英连消的老巢就好了，一次性嘎上个千百来只，那就不愁没有结晶了。王德彪说到此处，突然灵光一闪。对呀，精英连消密集扎堆的地方不好找，连消幼虫扎堆的地方不是遍地都是。于是王德彪出门走到1只连消幼虫附近。终极升华2阶。提示：确定消耗100特化结晶，将连消幼虫升华至1级精英连消。哪里？竟然要100枚结晶，嘎1只连消才能采集20枚，这合着费劲不说，我还得倒贴80枚。不过既然活体不成，那就再试试残骸。随手拔掉眼前的连消幼虫。终极升华2阶。提示：升华连消幼虫残骸无需消耗特化结晶，确认将连消幼虫残骸升华至连消残骸。确认升华。不过这次怎么这么大方，竟然不需要消耗结晶。只见连消幼虫残骸分解消融，1只连消残骸出现在了原来的地方。王德彪连忙试着上前采集，成功分解连消残骸，获得特化结晶20，连消刀锋4，连消甲壳10，普通一种血液200毫升。我的天哪，这下要发财了！王德彪狂笑一声，而后拿出鹰眼复合弓，在终极狩猎战士的加成下，大片的连消幼虫如割草般倒地，近千幼虫在王德彪手中连10分钟都没支撑住，全都变为残骸留在原地。哇，这些残骸全部终极升华2阶。话音刚落，遍地的幼虫残骸全部升华完成。成功分解连消1150，获得特化结晶23000，连消刀锋4600，甲壳4600，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，是否消耗15000枚特化结晶，将特化等级提升至高级狩猎战士。确认消耗。升级成功，高级狩猎战士可以单独狩猎1级王者的精英战士，吞噬25000枚特化结晶，可以晋升至极限狩猎战士。一道虚影在刀尖凝聚而出，随后直接朝着连消咆哮轰去，爆发的光束冲刷过整条宽广的基地主道。晋升高级狩猎战士之后，王德彪并没有丝毫松懈，在这之后的几天，他就如同幼虫克星一般，带着消亡战刃从一条街道嘎到另外一条街道，
直到放眼望去，工厂周围再也看不到一只蠕动的生物。提示：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，是否消耗25000枚特化结晶将等级提升至极限狩猎战士。确认提升。数万枚特化结晶直接于空间行囊飞出，而后钻入王德彪的体内。升级成功，极限狩猎战士踏入地级行列，是狩猎战士中的至强代表。吞噬6万特化结晶，可以晋升至初级末日战王。不错，现在估计只需一刀就能嘎掉准消耗了。而后王德彪随手打开了区域频道。陈叔，你们多久过来？没有催促的意思，我们西郊所有人都聚集齐了。陈叔已经带着我们向西郊进发，不过300多人的行进速度有点慢，但是预计夜幕之前可以抵达。感谢，请一定小心，尤其是成熟体的幼虫。提示：您在交易行上架的武器宽刃重剑未能成功出售，已退回商品保管箱，请注意查收。陈海他们已经集结了300多求生者，在街道周边成团狩猎怪虫，而且武器的需求量也降低了。看来我也是时候前往核心区域了。可惜目前特化结晶只有38000多枚，否则升到末日战王级别会更有保障一些。做好决策后，王德彪就马上行动了起来。在初雪千丝技能的引导下，俩人很快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堡垒内。看来这就是金田区真正的敌人水准了。算上周围没看到的，这里估计得散布着数以千计的连骁精英，也多亏有1个月的压制缓冲期，否则一旦这些成熟体冲向转移者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真理之眼扫描。中心城最终铁堡类别1级庇护所，说明5年前异域之门开启，无数异种生物降临并侵蚀了这个世界。金田区守卫长董威得知侵害正在向外交扩散，于是调集了所有可以调集的力量，最终耗时3月打造了这座金刚堡垒，并建立了可以供所有金田区居民使用的地下庇护所。起初，最终铁堡成功阻挡了一种连骁的攻势，后因地级突变个体恐惧枭王的碾压式强攻，还是让其沦为了怪虫的巢穴。之后守卫长以自身为诱饵，利用中心城核心驱动式的防护措施，将枭王封锁在了地底深处，并留下了生还者绝不允许打开的告诫。被封锁了，那我不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清扫中心城内的连骁异种了？提示：你已进入当前区域中心城，激发城区核心任务解放避难所，当前进度0%。不会吧？我只想找地级王者测测自己的真实水平，现在突然加了个任务，显得多不纯粹。虽然口中这么说，但王德彪还是提刀酝酿了下情绪，然后直接闪身轰向堡垒的大门。大门没打开，但却惊动了一支连骁小队。王德彪瞅了一眼，连骁小队一个照面就被全灭，就连大门也在嘎吱一声中轰然倒塌。而后王德彪直接提刀冲入铁堡大门，走向通往枭王枭后所在的长廊。你们怎么就喜欢扎堆聚集呢？难不成专门为了给我提升效率？聚酸压缩炮。王德彪举刀上前，一道虚影在刀尖凝聚而出，随后直接朝着连骁咆哮轰去。爆发的光束冲刷过整条宽广的基地主道，这一下直接打掉了通道上近乎70%的精英连骁。这技能也太强了，不过都轰成渣渣了，连结晶都采集不了，看来下次得注意点。一波连骁的打掉，带来的是更多连骁的愤怒。王德彪盯着这群来势汹汹的精英连骁，一个不留。在极限狩猎战士的等级加持下，上千的精英连骁只在技能的狂轰下坚持了不到15分钟。精英连骁残骸3805具，变异连骁残骸42具，这还没升华呢，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。升华之后想都不敢想呀。不过先把枭王和枭后解决了再说。初雪，我们走。微型收束炮，巨大的能量在刀尖汇聚，王德彪一刀劈出，直接将其击飞。王德彪带着初雪走到了黑色长廊的尽头，一个颇有科幻感的建筑出现在了眼前。提示：你已深入幸存者基地，当前区域核心解放进度40%。提示：恐惧枭王将在1个月后突破封锁，重返地上。1个月后重返地上，那也就是说等1个月后，每个区域至少得有1名末日战王坐镇，才能守住区域的生存资格。还有这个驱动师老是给我一种不太对劲的感觉，还是先回去继续发育一下比较保险。提示：正在进行城区核心任务解放庇护所，任务未完成前，解放者无法离开当前场景。哪里？还可以这样玩？系统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之后王德彪又不放弃的四下探了探，但却都被一股无名的力量给拦住了。旁边的初雪也一样，全部被困在了这里。看来除了攻略这所基地别无他法了，今天就在这里突破末日战王。王德彪从空间行囊中取出了一具精英连骁的残骸，终极升华2阶。提示：确定消耗100特化结晶，将1级精英连骁残骸升华为地级飓风连骁幼虫残骸。怎么又要钱了？难不成在系统看来地级的残骸已经不再是垃圾，而是拥有价值的遗产？确定升华。紧接着连骁残骸被分解，一个更高更大的巨型幼虫出现在了眼前。王德彪直接对其进行了采集，成功分解飓风连骁幼虫，获得特化结晶100，高能蛋白2，飓风甲胄2。消耗100结晶，又给了100结晶，这还是因为我有双倍采集，否则得亏一半。再次拿出一具连骁残骸，这次只升华了1阶，花费了30结晶。王德彪又继续对其进行了采集，
成功分解1级消亡残骸，获得特化结晶60，消亡刀锋16，消亡甲胄24，还行，每只残骸能有30枚结晶的收益。之后，王德彪对所有残骸进行了一阶升华，特化结晶的总数量也到了153477克。打造生物兵器的材料已经多到用不完了，看来只能后面放到交易行了。提示：检测到空间行囊特化结晶数量充足，是否消耗6万枚特化结晶将等级提升至初级末日战王。确认提升。特化结晶成堆的从空间行囊飞出，而后化作能量冲进王德彪的体内，一股巨大的脉冲以他为中心激荡出数百米的距离。提示：恭喜您完成基因跃迁，成功跃迁为初级末日战王。提示：由于您是第一位完成基因跃迁的跃迁者，跃迁者光环覆盖范围额外提升30%，并获得3次抽奖机会。跃迁光环，但凡等级低于自身的生灵，都将受到自身能量的压制。提示：您还有3次抽奖机会尚未使用，是否立即进行抽取？确认抽取。恭喜您获得特殊道具一种蛋白加工机设计图 ，B 级技能书洗手，特殊道具万能抵扣券。竟然又出万能抵扣券了，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。还有那本技能书是什么？洗手可将10米内不超过100千克的物体吸附到手中。有点鸡肋啊，把武器射出去都不一定能重新捞回来。终极升华2阶。提示：确定消耗2000枚特化结晶升华为 S 级技能万象操控。确定消耗。万象操控可将200米内不超过自身极限力量的物体吸附到手中。这不就对劲了吗？200米不超过自身力量，用得好绝对是御剑级别的暗器手法。之后，王德彪将结晶全部花在了觉醒之力上。觉醒之力综合体质飙升12倍，效果持续12分钟。当前等阶12阶，9基础加3额外。不错，可以进去见识一下恐惧消亡了。王德彪直接开启觉醒之力，而后一刀砍碎门禁冲了进去。眨眼之间，高达5米的恐惧消亡便出现在了王德彪身前。微型收束炮，巨大的能量在刀尖汇聚，王德彪一刀劈出，直接将其击飞。脉冲斩击，刀身快速飞出，交错的刀光精准命中了恐惧消亡的头颅所在。万象操控，一股莫名的吸力传出，恐惧消亡不受控制的被推向了王德彪。合金切割，只见光芒爆闪，而后恐惧消亡的身体从空中落下，再也不动。提示：恭喜您完成城区核心任务解放庇护所，获得1级庇护所中心城最终铁堡的堡垒之心。提示：由于您获得庇护所，吸引了周边大量异种生物的注意，3日后异种生物将对您的庇护所发动猛烈攻势。全新通告，恭喜龙国攻略者王德彪超额完成核心城区任务，获得幸存者庇护所。由于该攻略者为全新第一位完成核心城区任务的强者，授予先驱者称号，庇护所等级加1。就在王德彪刚刚终结恐惧消亡，触发全新公告之时，嘉兰星中央区域的某个房间内，几个身影环绕在一张巨大的方桌之上。第3天，真快呀！历史最快的记录是多少？10天。确实是10天。那批转移者个体实力足够强大，可惜他们的种群太过稀薄，全数加起来都不过万。而那名战士，直到最终也没能走到我们身前，反倒成为了那些家伙的战利品，催生出第6位破晓者。第6位，加上将我们强制转移到这里的老东西，就是7位。按照战力，7位破晓者已经可以同我们战至平手。如果再来1位，这个平衡就会彻底打破，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养料，促成他们的计划。我们不惜耗费巨大的能量，打破壁垒缝隙，聚集于此，不是为了这些，而是为了知道这批转移者的信息。女王，你说说看。脆弱但很睿智，团结又会猎杀同类，贪婪还无私，矛盾的聚合体。种群是所有批次中最为庞大的存在，没有之一。庞大、脆弱、贪婪，这样的种群竟能超越那个记录，但这就是事实。外围的世界压制会根据转移者的综合体质做出调整。女王的臣民虽以数量取胜，但能被那群家伙安排到镇守核心区域，势必个体力量同样不俗，能够将这样的个体瓦解，绝不会有运气的成分。他们很强，强就好。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打破最终的壁垒，来到我们面前，哪怕只有1个。回到中心城，王德彪无语地望着上空。先驱者，我顶多算是个开了挂的幸运儿罢了。紧接着，王德彪将眼前的堡垒核心融入自身。提示：请订立中心城臣民规则，臣民不可违抗城主设定的规则，城主有权在任何时候决定城民的去留。王德彪稍加思索片刻，就动手开始了书写。在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之后，点击了确定。而与此同时，城区西郊的某个仓库内，庇护所追踪铁堡入住规则，那个获得庇护所的大佬是我们缺的。先看看规则。第1条，城民不可违抗城主设定的规则，城主有权在任何时候决定城民的去留，城主在城民面前处于绝对的无敌状态。城主有权在任何时候决定城民的去留，未免太霸道了。万一我们加入之后，城主发病，岂不是随时都有被踢的风险？追踪铁堡规则2，庇护所内，本城城民禁止一切暴力攻击行为，
但此条规则在训练场内不生效。这条规则好，扼杀了暴力事件，又不影响正常训练。如果有矛盾，那就自己上训练场解决，很合理啊。最终铁保规则3，除非城主有令，否则无论是谁，每周至少出征至少狩猎10只1种，等级不限。这应该算是每日任务吧？好像也挺合理，估计是防止有人直接躺平当咸鱼。最终铁保规则4，一次世界等级提升之前，入驻城民无论男女老少，必须全体达到高级狩猎赛事等级，否则直接请出庇护所。高级狩猎战士，我现在连初级狩猎战士都还差点，要求高级狩猎战士，这个城主是魔鬼吧？距离第一次世界等级提升还有27天，27天所有人达到高级狩猎战士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，更何况还有第5条规则的存在。最终铁保规则5，所有人击杀一种生物后，可将残骸回收带回，由专门人员进行树木清点后，可以100%兑换等同于此类一种残株的特化结晶素材料没收。什么意思？好像是把一种残骸交给城主，然后城主100%返还那些一种生物掉落的结晶数，再也不用管脸黑脸白、爆率拉满，就材料不给我们了。陈叔是这个意思吗？没错，而且还可以将残骸回收，你不回收直接采集也没关系。谁会采集呀？肯定都带回去呀。至于没收，别说材料了，你再多收我3成结晶都行，不然这结晶我拿着不踏实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佬这是在搞慈善吗？城主会这么规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深入的我们无法了解，但既然写出来就具备效力，大家都怎么看？我个人意见是加入，反正我们本来就想团结起来谋求生存，现在有更安全的地方可去，拒绝的话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最主要的是，一旦拒绝会被强制传送到无主城区，到时候好不容易聚集的大伙又得打散分开。这话说的有道理，陈叔，我们加入吧。那就加入吧，北郊来的也一起吧。是非对错，过后如何，那得你们自己表现。反正马上都是庇护所的一员，能决定你们去留的是城主，而不是我们。回到最终铁堡这边，王德彪盯着虚空列表里的一个名字，表情有点意外。这人不就是之前自己救过的杨雪吗？自己发布入住规则2分钟不到，他竟然就加了进来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入住庇护所的成员列表突然疯狂增加。陈海，初级狩猎战士，每日提供收益5枚特化结晶。初级狩猎战士，这也太低了吧？不过也是带着几百号人围着郊区赶路，纵然一身本领，又哪有时间发挥？这里就是庇护所，也太壮观了吧！你说的不对，应该是我们的庇护所，这也太特么酷了！我还以为就是一个破烂的基地，谁知道这么拉轰。各位刚入城的城民，很高兴你们选择加入最终铁堡，我是最终铁堡的城主，在这里，只要各位遵守最终铁堡设定的规则，我承诺不会随便驱逐城民。接下来，各位可以自行选择入住宿舍，所有的狩猎要求从明开始。最后，陈海同志选好宿舍之后，来一趟苍穹王座。几分钟后，陈海乘坐电梯到达了苍穹王座。走出电梯后，入眼便见一个穿着黑色劲装的男子站在大厅之中。陈海，大夏龙组退役组长，大转移前担任龙组教官，战斗经验极其丰富，曾经只身一人击杀一队 A 级雇佣军，被称之为大夏不死鸟。你还有一个女儿叫做江陵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其实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解除你现在最大的焦虑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那我就直说了，从今起，你就是这座庇护所的副城主，负责管理一切城民的活动，以及最重要的一种生物残骸的上交统计和特化结晶的返还分发。总而言之，我负责维系整个庇护所的运转，而你负责所有城民的管理，怎么样？只是这样就行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会让你做什么？我以为会是些打破原则的事。开玩笑，我又不是什么恶魔。所以陈海同志，你的回复是？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。很好，既然你答应了我的提议，自然也不能让你白干。你的女儿江陵，她还活着，并且活得比你要好。目前她的特化等级为中级狩猎战士，算是转移者中的第一梯队。不过她所身处的位置我无法得知，但你可以尝试自己询问。江陵的个人编号我已经发给你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。有事我会和你联系。简单，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以后这个世界就是我金正赫的天下了。送走陈海后，王德彪来到了一个圆顶建筑之前。中心城武器库1号，类别2级武器库，范围中心辐射200米，授权对象城主王德彪。缓步进入，只见一个巨大生物正昏睡在这里，这正是庇护所中的萧后。之前萧王被王德彪击败后，萧后便选择了臣服，便以飓风萧后递加王者级，说明牺牲所有进攻手段，进化出了恐怖的防御能力，哪怕残肢断臂也能恢复原状态，已被驯化，同时进入繁衍阶段。当前繁衍力7880。提示：萧后和他的幼崽都将作为成民单位入住庇护所，并且占据接纳人数的名额，同时关联城主收益。这以后就是我的聚宝盆了。等它孵化完成后，那我就有了接近8000只基因连鸮，不但可以充当护卫加持庇护所，
才能每天持续的收取大量结晶。接下来就该收集其他堡垒核心，然后升级庇护所了。想到这，王德彪直接打开了城主语音。各位城民，接下来最终铁堡将会向着金田区北郊移动。不过各位不用担心，最终铁堡具备高超的加蓝技术，不会有任何危险，只是会产生比较巨大的响动。希望各位不要惊慌。几分钟后，一声巨响从堡垒下方传出，风中的云锦在飞速的倒退。仅5分钟不到，巨大的城池便停留在了金田区北郊。尊敬的城主大人，当前铁堡能量剩余50%，是否考虑关闭高能磁悬和电磁屏障，以保证庇护所能源供给充足？关闭高能磁悬，保留电磁屏障。麒麟，说明一下能源补充方式。回禀城主大人，第一种特化结晶充能法，2级庇护所充满能源需要消耗100枚特化结晶块或者1枚特化结晶体。第二种吞噬堡垒核心，每次吞噬堡垒核心都会将能源恢复到满载状态。1枚特化结晶体，也就是1万特化结晶，还能用得起。而且按照金田区的转移者来算，一个区域应该是以1000人为单位。蓝星70多亿人口全部来到这里，那家蓝星666号星球的外围区域至少得拥有700万座庇护所。只要实力充足，堡垒核心这东西以后绝对不缺。转眼来到第二天，王德彪刚走出大门，耳边便传来了系统声音。提示：一种工程倒计时开始，3日后一种狂潮将会席卷城池。提示：因为您的英勇庇护，昨日城主收益获得结算，恭喜您获得特化结晶165枚。消后160枚，陈海5枚，到底还是成名的特化等级太低了。不过陈海已经带领小队出去狩猎连鸮幼虫了，有我提供的特化武器，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提升起来。初雪，我们去星辉区。初雪点了点头，有着千丝技能的加持，俩人很快就到了星辉区的核心区域，入眼便是一些会飞的扑棱蛾子，以及一座巨大的城堡。真理之眼鉴定，幻蛾1级群居性异种，防御力不高，但能恒久保持着悬空状态，横向机动性极强，能在短短1瞬完成左右折返，实力也就一般般，以后交给庇护所的人来清理吧。中心城众星神宫5年前异域之门开启，星辉区守卫长木南是个信奉众星之神的虔诚信徒，一种侵袭的最终，他没有竭尽全力铸造堡垒，而是为了祈祷神灵救助建立了这座宫殿。然而神灵似乎并没有眷顾他的信徒，地雷王者及一种大蓝蝶王轻易地摧毁了城门，最终于毒素中泯灭了所有住民。众星神宫，没想到在现代感如此浓厚的城市中，还能见到这种幻想世界才会拥有的建筑。说罢，王德彪带着初雪走入了堡垒内部，然而奇怪的是，这里竟然一只怪物也没有。提示：您已进入无主的中心城区，激发城区核心任务，解放庇护所，当前进度30%。30%？有人攻略过，还是有人正在进行攻略？真理之眼设定转移者，一种生物，鉴定。金正鹤、幻蛾、幻毒蛾王、大蓝蝶王。金正鹤这个名字好熟悉。金正鹤，高级狩猎战士，原蓝星住民，傍国白金财阀长子。他表面学习出众，对待后辈和蔼可亲，对待长辈孝顺至极，是未来最合理的财阀继承人。但背地里却是性格残暴、极端利己，拥有黑恶势力的黑色领袖。现加了末世第66666次转移者，推行以养蛊手段培养手下。主动技能：炫光盾 A 级，破风斩 C 级。目前已狩猎转移者220人。好家伙，和他一对比，我简直就是圣人。这人还是之前被我嘎到的金太相的哥哥，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初雪，待会不要弄出声响，我们摸进去看看。初雪点了点头，随后两人朝着宫殿深处走去。此时的金正鹤正凭借着高级狩猎战士的加持，对着幻蛾疯狂的收割，地上铺满了各种残骸。简单，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以后这个世界就是我金正鹤的天下了。你小子高兴得太早了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残忍。残忍采集。提示：您使用了贪欲之手，残忍地提取出隶属金正鹤的一种残骸，获得特化结晶20，并留下一句空壳。随着系统声音的不断响起，王德彪在此期间共计收获特化结晶9200枚，幻蝶翅膀1840对，幻蛾毒粉4600份，异类普通异种血液460只。正好此时，金正鹤已经干掉了最后2只精英幻蛾，邪魅地朝着空中一笑，而后就走向自己的战利品，开始了采集。王德彪则非常礼貌地躲在一边，看着460只幻蛾残骸在金正鹤的采集中分解消散，继而看着金正鹤的表情由平淡变得莫名，再由莫名变得困惑。这特么什么情况？我的战利品呢？紧接着这家伙便急得来回走了2圈。巴西吧，真是奇了怪了，难不成掉到地里面去了？还是说第2层没有产出？王德彪听到这差点没笑出声。金正鹤不甘心地走向最后2只幻蛾残骸，采集，你给我采集！残骸分解消散，金正鹤又一次陷入沉默。算了，重要的是庇护所，只要有了庇护所，我就能快速的吸纳转移者，到时候让他们互相争斗，再由我嘎掉最强的那几个。特化结晶不是随便拥有。说罢，金正鹤便大笑着向第3层走去。听完金正鹤的自我规划，王德彪脸上也露出残忍的笑容，无声地跟了上去。